对于加百利·凯恩·戴路易斯这个名字你或许还不是很熟悉，但你一定见过他的爸爸妈妈。他的爸爸丹尼尔·戴路易斯是3度荣获奥斯卡帝的名演员，妈妈伊莎贝·艾珍妮也是知名演员及歌手，更是昔日的法国第一美人。纯净湛蓝的双眸，挺拔俏丽的鼻子，娇艳欲滴的红唇，乌黑飘逸的秀发，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。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，整个法国都在为她疯狂。她才华横溢，戛纳、柏林、凯撒3料影后，曾5次摘得凯撒影后桂冠，并2次得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，是法国影坛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。如今虽已年过60，但仍旧对电影保持热忱和激情。她就是上个世纪的法兰西玫瑰，一个世纪只能出一个的伊莎贝尔·阿加尼。1955年6月27日，阿加尼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巴黎郊区的贫民区。他的母亲是德国人奥古斯塔·阿加尼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·谢里夫·阿加尼。他的童年物质生活匮乏，生活环境暴力频发，又因为是社会底层，遭受着严重的种族歧视，这导致阿加尼的性格敏感又易怒。后来又因语言不通造成交流障碍，阿加尼一度患上自闭症。受到周边地区艺术氛围的影响，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业余戏剧表演。表演能让他压抑的情绪得到发泄，也能在演绎角色时毫无压力的歇斯底里，因此他爱上了表演。1969年14岁的阿加尼利用暑假拍摄了自己的荧幕处女作。16岁时，阿加尼被法兰西大剧院破格录取，后来一边上学一边陆续参加了一些舞台剧和电视剧的演出。1974年，阿加尼在影片《耳光》中的精彩表演征服众人，他也从此下定决心投身于电影事业。19岁时，他被法国鼎鼎大名的新浪潮导演特吕弗看中，出演阿黛尔·雨果的故事中雨果的女儿。拍摄过程中，导演让他自由发挥，而他不负众望，将法国大文豪维克多·雨果的女儿阿黛尔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，你无法将视线从她脸上移开。随着阿黛尔·雨果的故事上映，阿加尼一举成名，成了法国公认的第一美女。成名后，阿加尼的父亲没有停止对她的教育，尤其不准她在公开场合暴露家庭隐私。所以阿加尼只演戏，在公共场合少言寡语，几乎不接受采访，这让他的脾气也古怪得很，作风在圈内显得特立独行，被公认为难以相处的明星。甚至有人向他提出忠告，想再继续加入法国3大女星的行列，那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。阿加尼个性极强，容易生气并做事冲动，在剧组他也控制不了，会大发脾气而终止拍摄，甚至还会一时不爽退出剧组。因此阿加尼常常被说耍大牌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自己的坚持，他本人挑片非常严格，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。也正因如此，从15岁到62岁，他拿过5次法国最高凯撒奖，其他大大小小的奖项提名不计其数，被许多电影评论家认定是法国最杰出的荧幕形象之一。其中获得荣誉最多的电影便是1988年的那部《罗丹的情人》。不说小奖项，因为本片他获得了凯撒柏林影后及奥斯卡影后提名。阿加尼敏感而神经质的性格，让他被全世界的导演视为可以诠释歇斯底里、贵族神经质和迷人的错乱的演员。这种言论没有贬义，相反是对他演技的肯定与褒奖。阿加尼出演的影片以小众电影为主，出演过的那些令人惊叹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神经病的角色。他第一部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正是阿黛尔·雨果的故事。影片中阿加尼饰演的雨果小女儿吃穿无忧，年轻貌美，却偏偏爱上了风流的军官。为了这个男人，她花光身上所有的钱，整日忧心忡忡，饱受感情的折磨，直至疯掉。而阿加尼让人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81年的着魔。着魔是波兰著名导演安德烈·祖拉斯基最具人性的作品。安德烈·祖拉斯基的电影死亡遍布，
情绪极端猛烈。这部电影在英国被禁了18年，直到1999年才以录像带形式发行。电影中，阿加妮饰演面容姣好却精神分裂的家庭主妇，情绪时常崩溃，两人相爱相杀。再然后，妻子开始长时间失踪，丈夫派去调查的侦探随之有去无回。之后，丈夫亲自跟踪妻子，发现的真相惊世骇俗。阿加妮在片中贡献了法国影史上最疯魔、最丧心病狂的表演。在昏暗的地下通道中，长达3分钟骇人恶心又情感强烈的长镜头。阿加妮在片中的表演可谓登峰造极，她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发挥到了极致。她同时演绎了天使和恶魔，完全诠释了疯魔这个词语。当年26岁的阿加妮也因此片成为1982年的戛纳和凯撒双料影后。有人打趣道，阿加妮的作品集简直是她的精神病史，很多神经质的荧幕形象被阿加妮刻画的入木三分。由于阿加妮对公众和传媒始终避谈私生活，很少接受传媒访问，并从1990年代起隐居瑞士，所以成为法国电影界最具神秘色彩的女演员之一。有媒体这样评论阿加妮：尽管她生活中尽最大努力降低曝光度，但她与丹尼尔·戴刘易斯的一段不完满的感情时不时就会被人提起。1989年至1994年，阿加妮与戏痴刘易斯坠入爱河。刘易斯是史上第一位拿下3座奥斯卡小金人的教科书级影帝，有千面人之称的他算得上是影史最好的男演员之一，曾经靠我的左脚、血色将至、林肯传3次获得奥斯卡影帝，并在2014年被英国皇室册封为骑士爵位。大概90岁的时候，戴刘易斯迷上了一支在伦敦声名狼藉的球队，那种与自己成长环境毫无关联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。戴刘易斯的父亲是英国的桂冠诗人，母亲是著名演员，外公作为大制片公司的创始人，曾经扶持电影导演希区柯克。但他说，他对自己的这种家庭出身丝毫不感兴趣，而是对那些我不了解的与我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感。他曾经学过做鞋，当过木匠，为此也吸引过一段时间。但表演毕竟还是获得不同生命体验的不错的方式，为了满足好奇，他的表演方式称得上疯狂。两人都被称为戏魔、疯子、神经病，见面起便惺惺相惜。他们在一起后纷纷放下自己的演员事业，消失于公众视线。期间，阿加妮放弃了本能、不道德的交易等电影的出演机会，和刘易斯热恋6年。1995年4月9日，阿加妮为刘易斯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加布里埃尔·凯恩。但孩子刚生完不久，刘易斯便提出了分手，理由是拒绝成为父亲。而实际上，在阿加妮怀有身孕时，刘易斯去美国拜访他崇拜已久的作家阿瑟·米勒，机缘巧合见到了米勒的女儿瑞贝卡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并迅速发展成恋人。1996年11月13日，丹尼尔与美国剧作家阿瑟·米勒的女儿瑞贝卡·米勒结合，成了十足的妻奴。后两人先后生育2个孩子，拒绝成为父亲的人成了2个孩子的爸爸。刘易斯和瑞贝卡·米勒结婚前夕，他给阿加妮写了一张字条：我不愿你在所有人之后知道这件事。这段开始令人赏心悦目的恋情，在一片对刘易斯渣男行为的谩骂声中结束了，而阿加妮却没有萎靡不振，而是自豪地告诉刘易斯他们的孩子带给自己的幸福与自豪感。阿加妮的情感经历像极了那些她演过的为爱发狂的女人的悲剧人生，而与剧中那些可怜女人正好相反的是，阿加妮始终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，独自养育着儿子，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健康成长。就算先撇开成就不提，如果一个人的爸爸是个影星，妈妈是美女演员，那我想他也有很高的几率长得很好看吧。而加百利·凯恩·戴路易斯也的确如此。事实上，加百利·凯恩·戴路易斯长得实在太帅了，所以有一天他碰到香奈儿设计师卡尔·拉格菲时，拉格菲直接请他去当模特儿。
加百利说他第一次遇到拉格菲的时候只有10岁，好几年后他在巴黎巧遇拉格菲时再度自我介绍，结果拉格菲一垂垂老去的他走到他的窗前，又悄悄地走开。窗户上的反光如星星滑落，正如它象征着他所失去的一切。年轻时他对他说，只有放弃你，我才能够爱你。这种爱于他是绝望，于他是长久的渴望，陪伴他压抑而体面地穿过虚伪的上流社会，留下一点纯真，直至暮年来临，已不如不见。这部由马丁·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叫《纯真年代》，将这个男人形象赋予丰富层次的演员叫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。据美国综艺杂志的报道，史上唯一一位3个奥斯卡影帝的获得者，英国演员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宣布息影了。在此之后，这位传奇影帝的身上又经历了哪些事呢？这里是 Boogie 岛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的故事。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的上一部上映作品还是2012年的《林肯》，他连息影的原因都没有给，只是通过发言人寥寥宣布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将不会再从事表演工作。他由衷感谢多年来所有与他合作的电影人以及观众的支持。这是个人决定，他本人及代理人今后都不会就本事做更多评论。有千面人之称的他，算得上是影史最好的男演员之一。曾经靠我的左脚、血色将至、林肯传3次获得奥斯卡影帝，并在2014年被英国皇室册封为骑士爵位。大概90岁的时候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迷上了一支在伦敦声名狼藉的球队，那种与自己成长环境毫无关联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。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的父亲是英国的桂冠诗人，母亲是著名演员，外公作为大制片公司的创始人，曾经扶持电影导演希区柯克。但他说，他对自己的这种家庭出身丝毫不感兴趣，而是对那些我不了解的与我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感。在40岁的男演员黄金年龄，德普40岁演了《加勒比海盗》，小李子41岁拿了奥斯卡，他却选择了半隐退，甚至拒掉了《指环王》系列的阿拉贡这样的角色。在爱尔兰，他有个偏僻的农庄，他就在那鼓捣起了木工。随后他搬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，专门学习木匠，顺便还迷上了做鞋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要不是老伙计马丁斯科塞斯生拉硬拽，世界上没准真的会多一个工艺巨匠。2002年，老马丁执导的《纽约黑帮》上映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演的屠夫又为他斩获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。所谓不疯魔不成活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不仅是真正的戏精，别人演戏要钱，他演戏是恨不得搭上自己的命。在纽约黑帮片场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冻到感冒发烧打吊瓶，也坚决不肯穿羽绒服，因为19世纪没有这个材料。他曾经学过做鞋，当过木匠，为此也吸引一段时间，但表演毕竟还是获得不同生命体验的不错方式。为了满足好奇，他的表演方式称得上疯狂。1989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我的左脚中扮演先天脑瘫的作家，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让自己的左脚夹起一枚针再放下，最后用左脚画的画几乎和人物原型布朗一样好。戏外的他在轮椅上瘫了几个月，甚至让别人给他喂饭。他时刻保持脑瘫患者痉挛抽搐、一口水的状态，在表演中摔断了2根肋骨。这部作品为他获得了第1个奥斯卡小金人。1992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扮演与莫西干人并肩作战的白人。拍最后的莫西干人之前，他自己跑到野外去荒野求生了几个月，靠捕鱼和打猎为生，随身携带摄影师和后勤团队的贝爷。那时还是个毛孩子，他成为一个彻底的印第安人，自己造独木舟、打猎、剥皮，即便在家庭的圣诞晚餐上，不是他猎杀的食物，他就不吃。他不一定是天才，但他在人后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。对他来说，表演早已超过了职业，而是获得另一种人生的机会。1993年，
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《因父之名》中扮演为父洗冤的儿子，为了融入囚犯的角色，他减掉30斤体重，去监狱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并和犯人结成了狱友。拍摄期间要求工作人员用冷水泼他，并辱骂他，让他彻底遭受囚犯待遇。1996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《激情年代》中扮演偏远山村的农民，而接到《激情年代》的剧本后，精通木匠活的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就前往拍摄地工作。等电影开拍时，他已经是个身材魁梧、皮肤黝黑的农民了，还亲手给自己弄了一个难看的纹身。2002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纽约黑帮中扮演屠夫比尔，城市中的暴力之王。为了演纽约黑帮，他接受了1年半职业拳击训练，在屠宰场操练屠夫的基本功。为了酝酿情绪，片场是以眼杀人，人人对他敬而远之。拍摄中，他的鼻子被莱昂纳多意外打伤，至今没有矫正。2008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《血色将至》中扮演善变狡诈的石油大亨。拍《血色将至》，他花了2年学习20世纪加利福尼亚的矿业史，对当年淘金者使用的工艺和技艺了如指掌。直到电影杀青，他一度拒绝收工后与同事交谈，坚持要求住在一处荒凉油田的帐篷。2012年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《林肯》中扮演美国总统林肯。斯皮尔伯格在看到《纯真年代》后，认定了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是扮演林肯的唯一人选，并为了等他，一再推迟拍摄计划。斯皮尔伯格当年力邀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主演林肯，后者最初是拒绝的，并真诚地给斯皮尔伯格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只能在我感到别无选择、无法抗拒的时候，在这个人物让我个人感到难以名状的认同和表现需要。在非常特殊的时期，我才可以去演。”但后来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在确定参演后，他在阅读了大量文献记录和回忆录后，把从来没有影像和声音资料的亚伯拉罕·林肯总统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美国国父。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用20世纪的卡带录了一段19世纪的演讲，寄给斯皮尔伯格。等他到了片场，斯皮尔伯格知道林肯就正坐在片场。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要求每个人都以林肯总统来称呼他。候场时待在马车上办公，并以亚伯拉罕·林肯的身份给扮演林肯夫人玛丽·托德的女演员萨利·菲尔德发短信。1997年出演《激情年代》之后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曾息影5年。2012年出演林肯之后，他宣布再息影5年。也许刚发现这么多伟大的角色竟是出自同一个人，也许早就爱上了他这位改变影史的变色龙，也许对他伤过几位绝世美女的心津津乐道，也许膜拜他每演一个角色就要新加一个技能点。不管怎样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早已雄踞在了好莱坞之上，以心无旁骛的傲人姿态，把好莱坞的商业规则踩灭在了乡村农场的泥土里。息影期间，他和妻子2个儿子隐居在都柏林附近威克罗山的林地之中。那是一所18世纪乔治时代的房子，屋里散乱摆着孩子的衣服和玩具，这么具有居家感，很难让人想到他也曾是个浪子。朱丽叶·比诺什、薇诺娜·瑞德、茱莉亚·罗伯茨与他有过合作的女性都曾为他倾倒，甚至有情感瓜葛。最深纠缠的一段莫过于和伊莎贝尔·阿加尼长达6年的爱情。为了这份甜蜜，他们都曾中断过事业。他拒绝了本能，桃色交易，他也长期泡在巴黎。但在1995年，怀孕的阿加尼想安定下来时，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逃到美国，并爱上了剧作家阿瑟·米勒的女儿，有着蔚岸世事般纯净的丽贝卡。他用传真机给阿加尼递来了分手信，连他的叔叔都骂始乱终弃的他是缺德的暴发户。阿加尼在暗淡中生下孩子，并再次为了抚养孩子而消失，直到2002年才复出。走出那段感情之后，阿加尼仍然觉得这是值得的，虽然它带来了痛苦。他说：“爱使我前进，还让我学习了英文。这段爱情让我渴望更了解以前的我。如果不敞开心扉，就不能去爱；而敞开心扉，就有受折磨的危险。
我们没法控制，爱情是神秘的，爱情令人着迷，它令人着迷，所以就会折磨人。而看过丹尼尔戴路易斯在血色将至以后，妻子丽贝卡则说，我知道自己嫁给了魔鬼，但我仍不可救药的爱他。丹尼尔戴路易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，他声称自己一直很忙，有时他会骑摩托从上山下来，在某个小酒馆停下，喝一杯，继续上路。祝福他终于拥有了更多这样的时光。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，敢5年不拍新片，拿的奥斯卡影帝却比谁都多，除了丹尼尔戴路易斯，真是没谁了。这里是 Boogie 岛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